巴黎經濟學院下屬的世界不平等實驗室呢，在6月5號發布了全球正义報告。該報告呢大膽預測，用购買力評價來計算的話，印度經濟總量大概率會在2060年之前超過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经濟體。該消息一出呢，印度崛起又成為了人們熱議的話題。但是拋開樂觀的預測不談，印度真的可以實現這個目標嗎？大家好，我是謝飛啊，歡迎來到今天的謝飛觀察。印度近幾年來說，應該說經濟增速很快啊。從2021年到2024年間，印度的 GDP 增速分別是9.7%、7.6%、9.2%和6.5%，一直呢保持在这個世界主要經濟體增速的前列。那麼在25年到26財年呢，印度名義經濟規模大約是4萬億美元。與日本的4.4萬億美元的這個體量相差不大，就坐穩了全球第4大經濟體，基本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事情，就是把它的這個當年的宗主國英國給趕下去了。從人口角度上來看，印度的這個優勢也很明顯。到了2023年，印度呢就成为了世界上第1大人口大國了啊。那麼這個國民平均年齡不到30歲。15到64歲之間的這個勞動力人口呢，佔到了總人口的68%左右啊。勞動力資源應該說是十分的豐富。同時，像什麼蘋果、三星等眾多的跨國公司在印度建廠的消息也是不斷傳出，那就進一步提高了人們對印度經濟發展的一個期望值。該報告呢所依據的預測邏輯其實很簡單，就是壓住人口趨勢。據數據統計呢，中國的總人口佔全球的比例正在急速的下降，到了2025年的時候大約是17%，到了2100年的時候呢會降到8%以下。因此呢，本世紀下半葉中国經濟總量在全世界所佔的比重也會逐漸的降低。而印度呢，龐大的年輕人口的基數，它的購買力評價 GDP 在全球所佔的比例，在未來的100年裡邊將會由現在的8%提高到2100年的16%。但是呢，人口體量的優勢真的可以轉化為經濟實力嗎？那實際情況其實並不是這樣的。就業問題呢，這個印度擁有全世界最大的年輕勞動力的資源，從理論上來講，它的發展潛力很大，是吧？但是就業市場的現狀卻很糟糕。你看啊，據這個彭博社的這個數據統計，在2024年的3月份，印度呢是20到24歲的青年失業率達到了多少呢？42.8%。全国的整體失業率仍然保持在8%以上。大量的这個適齡勞動力沒有工作，原因是產業承接能力不夠。目前印度呢近40%的就業人口呢仍然從事着這個農業工作，而製造業提供的崗位的數量遠遠不能滿足需求。最麻煩的是什麼呢？這個印度18歲以上的文盲人口有2.8億人，那基礎教育水平低，使得勞動力素質不能適應現代產業發展的一個要求。大量的勞動力的資源就一直不能轉化為人口的紅利。那其次呢，就是製造業的發展不理想。印度呢，在這個2014年呢，就提出了印度製造的戰略，並計劃到2025年把這個製造業 GDP 佔比提高到25%。但是10年過去了，目標呢不但沒有實現，比例呢還在不斷的下降，從2015年的16.3%降到現在的15%左右。那2020年實施的這個生產關聯激勵計劃，實際效果並沒有達到預期。到了2024年10月為止，參與的企業就只完成了目標產值的37%，而補貼發放的比例呢還不到原計劃的80%。所以說現在的印度核心的零部件和原材料高度依賴進口，產業鏈體系呢殘缺不全，就一直擺脫不了這個組裝大國的帽子。蘋果公司呢在印度的產能只佔到全球的大約15%左右，遠遠低於之前所預計的25%。雖然我們說這個外資不斷的湧入，但是完整成熟的產業生態系統一直就沒有形成。另外，行政體系這個效率低下也是不容忽視的重要問題。印度呢實行這個聯邦制，各個邦擁有很大的自治權。你看稅收制度、審批程序、土地政策各不相同。
這個企業跨邦經營的这个沟通和这个合規的成本就很高。2024到2025年，印度的淨流入外國直接投資只有多少呢？3.5億美元，而4年前這個數字是430多億美元，外資流出的這個速度可是非常快。另外，電力的供應不穩定，物流體系落後，水陸交通運力不足等等基礎設施短板，一直就制約着印度工業化的進程。從這份趕超預測來看，其實就是一個理想化的增長的曲線。成立的條件是印度未來30年可以持續釋放人口紅利，補齊產業鏈的短板，完善的基礎設施體系，並打通聯邦和各邦之間的壁壘，實現高效的資源的整合。但是就目前的情況而言，上述任何一個條件對印度來說都是很難實現的。大國崛起從來都不是依靠單一的優勢，僅僅依靠人口的數量和潛在市場是不能夠使得經濟實現這種跨越式發展的。把這個紙面上的人口市場潛力轉化為實際的產業的競爭力，我想這是印度未來30年所要面對的主要的問題。所以呢，預測可以大膽，因為如果這個預測這個開腦洞的時候不能夠大膽，那什麼時候能大膽呢？但是我們說國家的發展從來都是踏踏實實、腳踏實地，一步一個腳印走出來。好了，感謝收看這期的協會觀察，希望各位呢點關注，同時呢將視頻轉發分享出去，讓更多朋友看到。我們下期節目再見。